嗨，大家好，今天跟大家来聊一下新疆，聊一下维吾尔，聊一下东突问题。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中国历史上的北方草原曾经崛起过一个少数民族，叫做突厥。突厥覆灭之后呢，一部分人选择西迁，最远到了现在的土耳其，与当地的民族通婚，成为突厥后裔。而东突厥斯坦和疆独的问题，让大家下意识地认为，我国的维吾尔族同胞和土耳其的这些人都是突厥的后裔。实际上，这个说法是完全错误的。维吾尔族的祖先根本就不是突厥人，而是跟突厥有着世仇的回鹘。回鹘这个名字对我们来说似乎有点陌生，的确如此。对于华夏民族的主体汉民族来说，我们往往比较关心中原王朝的历史更迭，比如从先秦两汉，再到南北朝，再由隋重新完成统一，再到唐宋元明清，这些我们都相对熟悉。但对于少数民族的历史，我们却知之甚少，所以这也就给了少部分的民族分裂分子以可乘之机。所以今天就借此机会，我们来聊一下北方的少数民族突厥和回鹘。其实一提到北方草原的少数民族，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匈奴。匈奴曾经在两汉时称霸北方草原，汉武帝时霍去病封狼居胥，逐匈奴于漠北。后来匈奴被汉朝击败，分裂为北匈奴和南匈奴。南匈奴呢，就是我们非常熟知的昭君出塞的故事了，也就是王昭君嫁给了南匈奴的首领呼韩耶单于。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于北方的少数民族呢，通常都会分为漠南和漠北两股势力。漠南往往会跟中原王朝相对亲近，所以现在内蒙古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是有一定历史可循的。好，我们继续来谈北匈奴北匈奴被汉朝在今天新疆的阿尔泰地区所击败，后迁入到了中亚的康居国。阿尔泰地区呢，就是在地图当中新疆最上面那一块尖尖那个地方就是阿尔泰地区。这个地方曾经属于外蒙古，在北洋时期被划入到了新疆，那也算是北洋时代的功德一件吧。那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北匈奴西迁到了匈牙利，那匈牙利呢就是匈奴人的后代，但这种说法呢目前还没有定论。好，那匈奴说完了之后，我们就来说一下跟匈奴同时间存在的东胡系。那东胡呢，存在于现在的内蒙古的东北部分和整个的东北地区。那东胡在被匈奴击败之后呢，就分裂为鲜卑和乌桓。而现代的，比如说蒙古族啦、鄂温克族啦，还有达斡尔族啦，还有满族啦等等这些呢都是东胡的后代。东汉后期呢，由于匈奴人的西迁，那东胡系的鲜卑就迁入到了蒙古高原，后来呢就蔓延到整个中原地区的北部边界，成为永嘉之乱之后内迁的少数民族的主力。鲜卑之后就是柔然了，柔然曾经是鲜卑的奴隶，后来在五胡16国时期，鲜卑南迁，建立了北魏政权，而后柔然统治了北方和西域。南北朝是中原的说法了，那其实北朝的北边呢就是柔然。后来在西域的部分呢，柔然被曾经的附庸疏勒击败，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疏勒建立了高车国。那到了公元的552年呢，柔然的原庸人部落突厥联合高车的疏勒一起进攻柔然，柔然最终大败，自此就消亡了。好，我们今天第一个主角突厥登场了。突厥曾经是柔然的炼铁奴，为柔然冶铁，在今天的阿尔泰山附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突厥是鲜卑的奴隶，柔然的炼铁奴。突厥的由来呢，曾经有一个传说，就是它是狼和人结合的后代，其中一只呢生活在阿尔泰山附近。那由于阿尔泰山形似头盔，所以当地人称其为突厥。所以为什么在长安12时辰当中称呼突厥为狼入长安，就是这个原因。好，继续。突厥在灭了柔然之后不断的做大，后来整个的新疆、部分中亚、蒙古和东北地区都是突厥的领土。那由于领土过于庞大，在公元580年的时候，突厥在西域设立了小可汗，掌管阿尔泰山以西的地区，这也为突厥后来分裂埋下了伏笔。突厥之所以能够做大，另一个原因就是中原王朝的分裂，不仅南北分治，而且北朝也东西分裂。但随着中原大一统时代的到来，突厥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经过隋朝的打击、分化和离间，突厥发生了内战，最终分裂为东西突厥。而后东突厥在630年唐太宗贞观时期被唐所灭，而西突厥呢，在20几年后的公元657年，唐朝名将苏定方征讨西域，自此西突厥也灭亡了。又过了20多年，到了公元的682年，东突厥又复国了，史称为后突厥。那直到唐玄宗时期天宝4载，也就是公元745年的时候，被回鹘和唐所灭。
好，到现在，今天另一个主角回鹘也登场了。回鹘最初分布于贝加尔湖以南的部落，早期臣服于匈奴。到了隋唐时代呢，漠北草原的霸主换成了突厥，唐高宗李娟甚至都向其称臣。而同在草原的回鹘呢，也不例外，他经常受到突厥的压迫，而最终臣服。后来呢，唐和回鹘、薛延陀分裂的西突厥合力把东突厥灭掉，而后呢，唐和回鹘又把同在漠北的薛延陀灭了。自此，回鹘也成为漠北最强的部落。同时，由于唐和回鹘关系密切，漠北也纳入了唐的势力范围。回鹘诸部也称唐太宗为天可汗。这是中国历史上汉民族政权少有的影响力可以抵达漠北蒙古高原的时期。中原和回鹘的亲密关系还没有完，而后突厥复国，史称后突厥，对回鹘进行了猛烈的报复，苦不堪言。那最后回鹘呢，此后再次联合大唐，在玄宗时期再将后突厥灭掉。至此，后突厥也逐渐消失在了中国的史书当中。此后，回鹘重新成为草原上的霸主，依旧保持着与唐友好的关系。那之后的安史之乱，回鹘还帮助大唐收复两京、长安、洛阳。再后来，又出兵帮助大唐平定了徐州的银刀军兵变事件等等。可见那时的中原王朝和维吾尔人的祖先回鹘之间的友好，不仅仅只是表现在口头上。后来呢，由于回鹘自己的内乱，最终导致被霞迦斯所灭。回鹘汗国被灭之后，一路西迁，葱岭西楚河、七河流域一带，到今日的新疆，也就是现在的维吾尔族。另一部分人呢，进入河西走廊，也就是56个民族当中的裕固族。所以可见，56个民族当中的维吾尔族和裕固族是同源，与突厥没有关系。好，今天两个主角出场之后呢，我们暂且告一段落啊。其实中国古代北方草原当中呢，存在着两股势力，一个呢就是西部势力，另一个是东部势力。西部势力呢是以匈奴啦、突厥啦，还有回鹘为代表；那东部势力呢，主要是以东胡系为代表。以唐朝后期为界啊，前期呢主要是以西部的势力占据相对的优势，当然除了鲜卑等以外，那后期呢主要是以东部势力为主。包括契丹了、女真了，也包括蒙古。好，经过以上的介绍，大家应该可以清晰地得出结论：维吾尔族的祖先回鹘和突厥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民族，而且在历史上他们还有灭国的世仇。所以那些泛突厥主义者想要维吾尔人跟他们一起去复国，显然是滑天下之大稽。维吾尔族要复国，也是复国回鹘，不是什么突厥，也不是东突，更不是突厥斯坦。也许有人会说啊，回鹘人和突厥人他们当年都生活在草原，彼此之间会有通婚啊，所以现在的维吾尔人当中也会有突厥人的血统。OK， 我相信你可以找到方法去验证自己的 DNA， 你的 DNA 当中比如有1/20或者1/30的突厥血统，因此你就要去为东突这种恐怖组织去奉献自己的一切。OK， 那是你的自由，我尊重。但那也只能代表你自己，你代表不了所有的我们维吾尔族的同胞。还有一些泛突厥主义者认为，维吾尔人说的维吾尔语是属于突厥语族，所以这就是可以加入东突的理由。那这种说法就更为可笑了。那拉丁语系的语种包括法语了、意大利语了，还有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加泰罗尼亚语等等啊。是不是这些国家，包括南美的诸多拉丁语系的国家，都可以整合在一起成为一国呢？况且我们都知道，维吾尔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葛罗路语支。阿尔泰语系还包括蒙古语族和满通古斯语族。那为何不把整个阿尔泰语系都整合为一，也包括蒙古人，也包括满人？最后再说一下疆独。我们都知道，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方。中国56个民族当中，有多达47个民族居住在新疆，常住的只有11个。所以，那些民族分裂分子想要去制造新疆独立，是不是也应该问一问其他民族的意见呢？所以，综上所述，无论从历史、血统和语言，都不是维吾尔人应该加入东突组织的理由。维吾尔族作为中国56个民族之一，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是有着非常浓厚的历史渊源和其历史必然性的。
我们热爱包括维吾尔族同胞在内的所有新疆同胞，他们通晓音律，能歌善舞，相貌俊美，是中华民族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历史5000年来从来都不是单一民族的存在，我们是在不停的民族融合当中发展起来的。正确的历史观也是国家之基、民族之本、精神之魂。所以，只要我们认清自己的历史，民族分裂势力便无机可乘。好吧，那本期视频我们就录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视频再见。